很多人会疑惑，甲午战争中清朝为何会败给昔日的虽而小国日本？不少人认为清军的失败源于装备落后，这种说法并非全无道理，但绝非根本原因。真正导致清朝在这场战争中一败涂地的，是其早已深入骨髓的系统腐败、统治集团内部的激烈内斗，以及与近代国家体系脱节的治理模式。要知道，19世纪末的清朝仍保有天朝上国的虚名，经济总量约为日本的4倍。北洋水师自1888年正式成军后，一度拥有定远、镇远2艘7000吨级铁甲舰，为了亚洲海军榜首。可就是这样一个看似强大的王朝，最终却被日本彻底击败，被迫签订《马关条约》，割让台湾、澎湖列岛及辽东半岛，赔偿白银2亿两。背后的腐朽与荒唐远超常人想象，说出来或许令人难以置信。当年本应用于北洋水师更新装备、维护训练的经费，竟被清廷大量挪用。慈禧太后为筹备1894年的60首演，从海军衙门经费、海防捐及铁路款项中抽调数百万两白银，用于颐和园工程及三海修缮。而北洋水师自1888年成军后，近7年时间里，为添置1艘主力舰，连炮弹、煤炭等基础物资都长期短缺。反观日本，为打造足以对抗北洋水师的海军，明治天皇于1890年带头捐出内堂30万日元，号召全国士族平民捐款购舰。短短4年间新增吉野、秋金州等4艘快速巡洋舰，还有舰船普遍配备速射炮，双方海军实力差距持续拉大。这直接导致黄海海战中，清军主力舰定远、镇远仍在使用老式架退炮，这种火炮每次发射后，炮身会因后坐力退回炮架，需士兵手动推回原位才能再次装填，射速仅为每分钟1到2发。而日军吉野舰装备的120毫米速射管退炮，借助液压装置可自动复位，射速达每分钟5到6发，单舰火力密度相当于清军定远舰的6倍。更令人痛心的是，清军炮弹质量极差，大量实心弹仅能击穿舰体却无法爆炸，部分榴弹甚至被奸商掺入水泥、沙子充数。黄海海战中，定远舰发射的305毫米炮弹仅命中日军松岛舰1发且未能引爆，反观日军炮弹多次击中清军舰船要害，超永洋卫2舰迅速沉没，致远舰因弹药耗尽，管带邓世昌下令撞向吉野，却被日军鱼雷击中沉没。值得注意的是，清军的失败不仅在于装备，更在于训练与指挥的落后。北洋水师虽有先进铁甲舰，却缺乏系统的协同训练，各舰管带战术思想保守，海战中未能形成有效阵线。丁汝昌受伤后，舰队失去统一指挥，吉永、广甲2舰甚至临阵脱逃，进一步瓦解了战斗力。而日军则通过多次联合演习磨合战术，战前已制定详细的作战计划，还派遣大量间谍潜入中国，搜集清军布防、兵力调动等情报，做到了知己知彼。更具讽刺意味的是，甲午战争从本质上看，并非清朝全国对抗日本，而是李鸿章麾下的淮军与北洋水师独自对抗举全国之力堵上国运的日本。淮军本质上属于李鸿章的私人武装，北洋水师也长期由其一手掌控，因此战争爆发后，李鸿章从一开始就定下避战保船的策略，核心目的是保住自己的政治资本，而非全力抵御外敌。但比腐败更致命的是清廷统治集团内部的派系倾轧与权力斗争。光绪帝希望通过打赢这场战争，摆脱慈禧太后的控制，树立自身权威，巩固皇权。慈禧太后则一心求和，维持现有权力格局，甚至在战争爆发后仍坚持举办首演，直言谁当我过手，我就跟谁起。时任户部尚书的翁同龢，因与李鸿章存在江淮派系之争及个人恩怨，对北洋水师经费不服多有掣肘，加之清廷财政因赈灾、河工等开支拮据，水师经费常年不足，最终导致前线士兵无饷可领，无戏可用。清军陆军的表现则更为离谱。平壤之战中，清军主帅叶志超手握 1.5 万重兵，却在听闻日军逼近的消息后，不顾将领左宝贵的誓死抵抗，连夜弃城而逃，一路狂奔500余里，从平壤逃至鸭绿江边，沿途丢弃大量武器、粮草。战场上甚至出现过5名日本工兵追击100余名清军的荒唐场面，足见清军士气之低迷，军纪之涣散。看到这里，人们难免疑惑，为何在国家生死存亡的关头，清廷统治者却将个人利益与派系纷争看得比国家安危、民族存亡更重。说到底，彼时的清朝并非现代意义上的民族国家，而是少数满洲贵族统治数亿汉人的专制政权。其统治的首要任务，从不是抵御外敌、维护国家利益，而是防汉制汉。
清廷既不敢发动民众凝聚民族力量，也不愿推动制度改。反观日本，通过明治维新早已完成废藩置县、四民平等等改革，形成了强烈的民族认同感，全国上下拧成一股绳，将所有资源集中于对清作战。对清廷而言，即便输掉战争，无非是割地赔款，只要统治根基未被动摇，仍可继续维持统治。可若是打赢战争，汉人军队的实力与威望必然大幅提升，反而可能威胁到满洲贵族的政权。只是清廷没有料到，甲午战争的惨败不仅让中国丧失了大量主权与领土，更彻底暴露了其腐朽无能的本质。曾经被视为藩属的日本，竟能击败天朝上国，这极大冲击了国人的认知，直接推动了后来的戊戌变法、义和团运动，最终为清朝的覆灭敲响了丧钟。